新手开车上路，要想做到像老司机一样来去自如，对不对？人车合一，除了有个人胆识，你还得提前掌握一些驾驶技巧才可以。所谓打铁需要自身硬，想要通过复杂的路况而不剐蹭呢，其实呢，咱们只需要在车内找到咱们车上的3个安全点也就足够了。分别是哪3个安全点呢？从咱们车外来说，就是咱们车辆的最左侧一个安全点，然后呢，就是咱们车辆中间的安全点，就是说咱们车辆正中间。第3个呢，就是说咱们车辆右侧车轮的这个位置。只要找好这3个安全点，咱们新手上路也能做到人车合一，开车上路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剐蹭，对不对？开始前，暴弟来给朋友们说一下，咱们练习一定呢要找一个空旷的路段。现在暴弟是在一个空旷的停车场，附近一辆车也没有。咱们练习呢，安全才是前提。现在跟随暴弟的镜头进入车内，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寻找这些点位的方法，非常的实用。首先第一个点位，先说咱们车辆的中心点，不是说咱们这辆车它外面的中间，而是说咱们坐在车内，你看到某一个点位的时候，就能知道我们车辆在路上行驶的一个姿态、一个位置是怎么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说在车外的视角的确是把咱们的车辆一分为二的那个中间点，咱们在车内要知道这个中间点在哪儿。想要找到这个中间点很简单，咱们只需要慢慢的把车辆中间和这条线重合，也就是说让这条线和咱们的车辆一分为二，把这条线放在咱们车辆中间也就可以了。现在暴弟去操作一下，尽量停好，让这个线儿前方这条线停在对准我们车辆正中间的位置。如果说你是新手你停不好，没有车感，那么我们第一次停车你可以慢一点，对不对？多找几次，或者说你找一个老司机帮你看着一点都可以。毕竟咱们新手没有开过车，没有车感，你停不好都是正常的。现在暴弟停好以后，咱们下车去看一下。好，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条线是不是刚好贯穿我们的全车，在我们的车辆正中间呢？如果说还是那句话，你停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多停几次，实在不行找个老司机帮你看着，多加尝试几次就可以停好。记住前后一定要停平行，让这条线贯穿车辆中间这样停好以后，你找的点位才是可以用的，才是标准的。好，停好以后，咱们回到车上去看一下。好，那么回到车上以后，咱们保持你正常开车时的一个坐姿往前去看，对不对？为什么说要保持正常开车的坐姿呢？因为这个点位就是咱们平时开车时去看的，对不对？你不能左右摇晃的身体，保持最正常的开车坐姿往前去看，看一下这条线在咱们车上哪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它是不固定的，每台车每个人坐姿不同，每台车不同，这个点位重合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你不要听其他人说些什么车辆中间点就是方向盘中间点，或者说几点钟方向，那都是不准确的。我们利用暴弟这个找点位的方法，找到这个点位，并且拿一个粉笔或者说拿一个胶带，把重合的点位做个记号，这才是你车辆你这个人的专属点位。也许你这台车你换一个人坐在这儿，他看的点位还是不同，对不对？我们要做到3点合一，也就是说哪3点呢？我们自己驾驶员，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车辆，还有这条线，这叫做3点合一，这才是适合你自己的专属点位。好，现在我们把所看到的点位做一个标记点。那么这个点位做好以后，它就是咱们车辆正中间的一个点位了，对不对？好，现在标记好以后，我再把车辆随便开出去，我们再来试一下，用这个点位对准这根线，究竟能不能再次停好。你做一次你要反复的再去实验一下。好，我们就用这根白线，我们去对准，看看究竟好不好用。好，大家此时来看一下，这个点位和前方的白线是不是又是重合的状态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下车去反复实验一下，看看这条线究竟还在不在我们车辆的中间。好，大家看一下，经过实验那说明暴弟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找点位的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即便说我们换了一个点位，一样可以去用。那么咱们知道这个中间点以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现在暴弟再给大家说一说。好，此时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车辆前方有一个这样的突出的井盖，对不对？这就是暴弟给大家说的一些实战平时中的经验。比如说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地面上突出的这些地外障碍物，却无法绕开时，路比较窄，两边没有绕开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中间点去对准中间的障碍物，就像这个井盖一样，我们用这个中间点来对准它。我们来试一下，
看它究竟能不能安全的通过这个障碍物。好，对准以后，大家看一下，刚才啊开的比较快，没有给大家看一下，用这个点位对准它正照，对不对？那么我们往前开，看看究竟能不能安全通过。好，老铁们，我们可以看到啊，已经安全的通过了，对不对？此时我们看一下倒车影像，它正在我们车辆的正中间，说明我们只需要利用好这个点位，就可以安全的避开这个障碍物。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外视角。刚才车外视角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说呢，只要我们把刚才做的这个中心点对准前方的障碍物以后，我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并且你知道车辆中心点以后，也能够有效的提升你的车感。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二个安全点，也就是我们左侧车身与障碍物的位置。这个方法一样简单，适合所有身高和体重的人。那么我们首先把车辆停好，把它停在一条长边线的旁边，可以距离留个大概30公分左右的位置。因为这个距离啊，我们无论是窄路会车也好，或者说通过窄路也好，这个距离留的都是刚刚好的，对不对？那么这个车停好以后，我们就上车看看这条线与我们车上哪个位置重合。好，我们上车以后一样保持正常开车的坐姿往前去看。那么这里呢，报弟建议大家啊，准备一个这样的粉笔或者说胶带，我们就看一下前方这条线和我们车上哪个点位相交重合呢？是不是报弟现在这个手指指向的地方，对不对？那么我们找到以后啊，就做一个标记点。好，这个标记点我们做好以后，大家看一下，它就是咱们车辆左侧车身距离障碍物30公分处的地方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左侧车身位置以后，当我们左侧遇到有障碍物或者说有行人，就能够有效的知道自己车身左侧的一个安全距离，不至于说剐蹭到。经过一些窄路或者说复杂路况时，咱们也可以用到。就算你是会车，它是不是也可以用到呢？只要左侧的障碍物或者说行人或者说车辆在咱们这个30公分安全点位以外，那么咱们通过都是安全的。咱们现在啊，就利用这个路灯杆吧，懂不懂？咱们用这个路灯杆啊，用它充当一个行人或者说充当一个障碍物，咱们用刚才做的这个30公分的安全点位啊，去接近它，看看能不能试着通过。咱们记住啊，要慢慢的把车辆顺直顺正。咱们用前方那个路灯杆吧。好，把车辆顺直顺正，用这个点位啊，去扫着这个障碍物走。好，大家看一下，现在重合了，对不对？那么咱们方向顺直回正，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好，此时咱们的车辆已经安全的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呢，咱们下车去看一下这个距离。好，大家看一下，此时啊，我们的车身距离这个路灯杆，也就是说距离这个障碍物，是不是也刚好是30公分左右呢？咱们通过都是安全的。现在呢，咱们再去看一下这个车外的视角，也就是说看我的车辆和这个障碍物会车的一个车外视角。怎么样，朋友们，这个距离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呢？接下来第3个安全点位，也就是说咱们右侧车身的位置，其实方法是一样的。右侧我们一样是把我们的车辆停在距离这条长线30公分左右的地方，然后我们停好以后呢，我们再上车去看一下这条线和我们车上哪个点位重合。朋友们，咱们现在坐到车上以后啊，咱们一样往前去看，看看这条线在咱们车上哪里重合，是不是报弟手指笔向的地方呢？咱们一样，老规矩，用粉笔给它标记起来啊。好，这个标记点做好以后，咱们就知道右侧车身30公分的安全位置了。我们知道这个点位以后，一样右侧有障碍物或者说行人或者说车辆，咱们就拿这个点位去与他们会车。只要右侧的目标在咱们这个安全点位以外，咱们通过都是安全的。现在咱们依然去找一个路灯杆来实验一下。这次呢，咱们就用右侧的路灯杆。好，咱们一样把车身顺直顺正以后呢，然后呢，用这个点位去对准前方的路灯杆。就大家来看一下，我往回倒一下。就目前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直着往前开，你觉得能不能过去？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肯定过不去？因为前方的障碍物在咱们这个安全点位以内。如果说咱们直着往前开，大家看一下，马上就会撞到这个杆儿。我们下车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对不对？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啊，这个障碍物在咱们刚才右侧30公分安全点位以内，所以说我们遇到障碍物一定要让这个障碍物在这个30公分啊这个点位，大家看一下以外时，我们才是通过安全的。现在暴弟回到车上，这里呢，暴弟啊给大家讲一下错误的示范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点位的正确用法。好，现在我往回倒车，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车身顺直顺正以后，让这个点位和前方的障碍物重合对准以后，至少还有30公分，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是安全的。我们再来实验一下。好，现在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给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右侧还是非常安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朋友们看一下这个距离，我们用来会车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呢？当咱们掌握这些安全点位以后，开车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剐蹭。那么我们知道左右以及中间的安全点位以后，咱们把它结合一下，是不是就知道咱们车辆整体的一个宽度了呢？接下来暴弟啊就来给大家结合的实验一下，如何让这两个点位结合一下，达到更好的提升车感的目的。现在呢，暴弟准备了2个这样的圆锥筒障碍物，分别把它放在左右两边。这个过道的距离也就是说2米多一点，所以呢，暴弟把它往外多放一点。2个雪糕筒中间距离差不多2.4米左右。我这台车有个1.8米，对不对？左右两边它的空余最多还有30公分，也就是说咱们安全点位的一个极限距离。现在暴弟放好2个圆锥筒，中间放了一个井盖，对不对？现在咱们回到车上，继续去看咱们刚才做的这3个点位。好，现在暴弟回到车上以后，我们继续看刚才做的这3个点位。这个是左侧车身30公分，对不对？那么这个是车辆中间，右侧这个是右侧30公分的安全点位。那么咱们把左右2个点位结合一下，它是不是就是咱们车辆整体的一个宽度了呢？这就也相当于咱们这个点位是车身左边，这个点位是车身右边，这个点位是车身中间。咱们可以把前方我放的这个雪糕筒圆锥筒想象成一个窄路线宽墩，中间呢还有一个坑，是不是非常的极限呢？咱们就拿这3个点位去试试我能不能安全的通过。咱们先慢慢的往前开，分别观察咱们左右两侧的一个车身，尽量去对准它。好，当咱们快要接近这个圆锥筒的时候，此时朋友们我们看一下左右2个安全点和前方线宽墩的关系，是不是发现左边雪糕筒越过了安全点，都快要到了车身中间，而右边这个安全点距离这个圆锥筒还很大，这个距离还很大，这说明咱们车身偏左了，咱们需要调整一下方向，对不对？好，现在咱们把车身往右边调一点，尽量让这2个安全点位保持在咱们车身的正中间。好，咱们现在调整一下车身。好，这时咱们再来看一下两边雪糕筒和前方的安全点是不是都是一个重合的状态，这说明两边都刚好是30公分左右的安全距离。因为暴弟之前给大家说过，安全点和障碍物重合以后还有30公分的距离，对不对？这说明左右两侧都安全。中间这个点位呢，大家看一下，也对准了前方的井盖，这时咱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咱们现在往前开，慢慢的试一下，怎么样，朋友们？咱们是不是已经安全的过来了？井盖没有压到，咱们左右两边的雪糕筒也一样没有碰到。这说明暴弟给大家分享的这3个安全点位，用来判断车身与障碍物的距离还是非常实用的。咱下车去看一眼。好，大家看一下，咱们先看这个雪糕筒距离车身的距离大概30公分，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右侧，大家看一下，右侧也大概是30公分的安全距离，对不对？也就是说只要左右两侧的障碍物都在咱们这2个安全点位以外，咱们通过都是安全的。下次再遇到窄路或者说线宽墩，就再也不怕剐蹭了。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井盖，可能说已经在我车身下方了，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中间。大家此时可以看到这个井盖它也是在我的车辆中间，对不对？这样咱们通过时就不用怕剐蹭到其他的障碍物了。那么对于暴弟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呢，它适用于所有车辆，不管你是轿车也好，还是 SUV， 都可以用这个找点位的方法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点位。那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朋友。暴弟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闪雷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